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甘肃的敦煌，今天到著名的莫高窟去参观一下。就是我后面啊，我已经买好票了。这个地方要提前在网上预约好的，你现场来了是买不到票的。全价票238。现在跟我进去看看里头好不好玩，走。这个是票价，全价票238，看外国人更贵，贵20块钱。然后优惠票是148。这边是优惠的一些条件啊，网上订好票还要在这边取纸质的票呢，拿纸质的票才能进门啊。今天敦煌是扬沙天气啊，那个风沙比较大。进来了，看它这里有2个通道，一个是易控票，那个通道是190，这边是全价票，这边比那边啊多看了2个电影，好多人呀。进来以后自己选座位。第一部电影看完了，现在看第2部电影。这是个穹顶电影啊，但是不能拍照的。为了避免影响它。看完电影，现在要坐大巴车去景区里面参观石窟了。刚才电影啊，主要就是简单讲述了一下这个莫高窟的一些情况。开车了，从这边去莫高窟景点还要14公里呢。沿途全是这个戈壁滩啊，今天风沙比较大，外面雾蒙蒙的。说实话，刚才那2个电影啊，看得我有点昏昏欲睡，有点打瞌睡了都。坐了15分钟大巴车，现在到了，就在河的对岸呢，那个山坡下面，这个叫大泉河，但是现在河水全部都干了，光剩下河床了啊。对面的山上好多那个一个一个的石窟，现在走过去参观吧。石窟就在旁边呢，这里面好多导游呢，进去蹭导游吧。游客也比较多，我们是下午来的。这里为什么叫莫高窟呢？因为它这个石窟开凿在这个沙漠的边缘这个最高的这个山上，所以叫莫高窟。还有一种说法是说，这个和尚嘛，他们最高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德呀，没有比这个开凿石窟更高的修行了，所以这里叫莫高窟。进去看一看。他这个凑一波人啊，就有一个景区内的导游带着一起进去讲解，差不多20个人左右吧，转着一圈，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。但是这个洞窟里面不让拍照，只能在这个外面拍一拍啊。这一波人被导游带着去那边转去了，然后我们这一波人是往这边转。他每个导游只会带其中几个点啊，就是一次转不全，每个导游走的路线都不一样。这个石窟门口排队是最长的，里面是释迦牟尼涅槃80岁圆寂的那个雕像，就是这个。进去是不能拍照的，这个是这里的照片。进去看这个，这也是导游带着参观的最后一个石窟了。这里面的导游啊，其实并不是固定的，你可以跟着这波人，也可以跟着那一波人，但是每一波人呢，他看的石窟是不一样的。这边的石窟确实很密集，你看一个门就是一个石窟，这么多门呢。看这个石窟开凿的层层叠叠的，好几层，这个先后1000多年的时间呢。最早呢是北魏那时候开凿的，是366年，到现在1600年了。这边的石窟一共有3层呢，导游带着只是在第1层上转呢，然后看完了以后可以自己爬到这个2层、3层上去转一转。现在我就从这里走过去。现在这些楼梯啊都是后来修的，之前的已经被毁坏了。然后这每一个门里面都是一个小的石窟，现在都锁上了。我们买票进来只能参观8个石窟啊，这个导游都有这个钥匙的，自己是进不去的。先是看了数字电影，然后又跟着导游在下面转了一圈，现在大体上对敦煌有一点认识了。自己再沿着这边再转一转啊，再接受一下这个熏陶，还是不错的。
听完导游讲解，不要着急出去啊，出了这个栅栏就再进不来了。可以到这个2层、3层上去转一转，拍拍照之类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山体是分2种的，下面这个明显就是后来修过的，那上面的呢才是这个山本来的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是沙砾岩，它这个岩石有个特点，就是不适合开凿这个石窟做这些佛像啊。它这个洞窟里的佛像是怎么做的？都是用那个木头架子先搭出来这个人形，然后在架子上糊泥巴，然后在泥巴上呢做这种光滑的这种，然后在上面再彩绘，这样形成的佛像。然后从这个洞里面看一下，外面是做好的这个光滑的，里面是这个稻草啊、芨芨草呀、各种皮毛，然后把它做的。最里面就是这个沙砾岩，这都是沙子呀。这种沙砾岩它非常不稳定的，风沙刮过来呀，就是容易毁坏。整个石窟有上中下3层啊，这个下面的一层呢，历史上好多时候被风沙淹没了，或者是旁边有一条河，那个河流涨水的时候，就把最下面这层淹了。然后最上面那层呢，看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壁画。那个是北宋时期的啊。这个莫高窟呢，它是南北方向的，然后坐东朝西的。为什么要开凿这个石窟呢？就是汉朝时候，汉武帝那时候啊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汉武帝派人打通了这个河西走廊了嘛。敦煌作为这个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啊，就是人货都在这边交流，慢慢的这边就繁荣了嘛。这个印度的佛教呢也传入这一边了。这个就是莫高窟的那个牌楼，很多人在这里照相的。现在到了整个莫高窟最伤心的地方了，就是面前这个石窟。这里面呢以前有一个王道士啊，他在里面整理这些文物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夹层，那夹层里面有个藏经洞，洞里放的5万多件那个文物，结果呢有4万多件都被他贱卖了，卖到国外去了。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俄国、美国这些国家的人来这里，把4万多卷这个文物都带走了，带到国外了。而且这些外国人呢，连里面的壁画也不放过啊，沾上胶水，把壁画都沾走了，真是太可恶了，越看越生气啊。然后整个莫高窟呢，从这个藏经洞开始一分为2，往南的这个石窟里面基本上都有佛像、壁画之类的呢，往北边那些洞窟呢就是空的，就是给那些和尚啊住宿的地方，所以这里分开了啊。北边有700多间洞窟，南边有400多间洞窟。我们今天来参观呢，都是在南边这个区域转呢。这个红色的楼叫做9层楼，这个是莫高窟里面有最高的一个雕像啊。这个本来最开始的时候是4层楼，后来呢又加到9层了。里面放着一个莫高窟最大的雕像弥勒佛。这里面的雕像就是直接开凿这个山体形成的啊，其他这些小的洞窟里面那个佛像呢是木质的骨架，然后这个大佛呢就是直接开凿出来的这个实心的泥胎雕像。这个9层楼现在是莫高窟这边标志性的景点啊，这里面的佛像呢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，是一个女性化的佛像，它其实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来修的啊。然后现在是夕阳西下嘛，这边这个山的后面，现在太阳就在这个山的后面呢，从这里看过去是不是有那个阳光，是吧？有点神圣的感觉了。它人工营造出了一种神圣的这种景象啊，就象征着武则天的这个皇权至高无上啊。哎呀，真是太巧妙了啊。你看这个角度把太阳挡住了以后，这里就有一个光圈。如果调整好一个角度的时候啊，这个光圈就会出现在这个楼的正上方。莫高窟转完了，全程花了4个小时左右。我听了好几波导游的讲解呢，
基本上我转了好几个石窟呢。至此啊，那个中国的4大石窟——大同云冈石窟、洛阳龙门石窟、天水麦积山石窟，还有这个敦煌莫高窟，我都转完了，打卡完成啊！哈哈哈哈。